友们好，我是肖峰。关于我对象雄的印象是经历过震惊和失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不得不说到缘起。我做象雄本教史的这个系列呢，是源于一直以来有很多的粉丝跟我说想看象雄的内容。2024年我在进藏之前呢，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的名字叫《第三集》。我最早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起知道，吐蕃之前还有另外一个象雄王朝。于是呢，我在西藏摩旅的时候刻意到寻找过象雄王朝的内容，但实际上呢，最初我对于象雄的认知99%都是错的。为什么我当初对于象雄的印象是震惊呢？因为我为了了解象雄，我到网上查了非常多的藏地古文明的视频、网文和科普的帖子，我得到的象雄的印象是这样的：18000年的超古文明，雪域上古的超级大国，都城魏摩龙人，白银铺地，琼楼玉宇，宛如天宫。创世圣人辛劳米沃脚踏神鸟从天而降，带着顶级的文明降维，点亮荒蛮河，超前、神秘、玄幻，近乎神迹。我那个时候疯狂的翻查资料，查古籍，查看各路大神的科普，越看越离谱。一会儿呢是白银科技的古都，一会儿是神仙降临创世，一会儿又是碾压中原的万年文明。然后这个超级强大、超级科幻、超级玄幻的上古文明，最后却一夜之间消失了。甚至还有人说，象雄文明是外星人创建的，因为后来外星人走了，所以象雄文明就消失了。说实话，我当年入坑研究象雄的时候彻底被这套故事给整懵了。我还记得我当时在藏地跑的最多的就是博物馆，而到了博物馆之后呢，到处去寻找象雄的相关的史料，结果我非常的失望，因为一点神奇的东西都没有，都是一些什么原始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然后青铜时代然后再进入铁器时代。说好的银城呢？说好的超越时代的科技呢？说好的外星人飞船呢？啥都没有。我跑实地翻考古报告，对比汉藏的正史、八本教的原点，整整梳理了很久，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所有的人都掉进了一个巨大的神话美化陷阱。世人所传颂的象雄是后人脑补出来的梦幻乌托邦，真实存在的象雄是被掩盖、被低估、被误解的雪域真文明。今天这期视频呢，我就带着大家撕碎滤镜，打破神话，不枯燥不空谈，用我实打实的考据经历，带你分清哪些是绝美浪漫的神话故事，哪些是真实滚烫的千年历史。我们呢，先不带任何偏见，沉浸一下神话体系里面那个惊艳所有人的神仙象雄。在无数的传说和网文的渲染之下，古象雄根本不是人间的文明。传说在遥远的上古雪城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终极圣城魏摩龙人，他呢坐落在神山圣地之间，地形天然化成莲花聚宝之势。整座城池以白银为墙，以珍宝为瓦，宫殿连绵通天。这里没有荒蛮，没有贫瘠，没有纷争，是人间净土，宇宙中心。文明的高度、科技的水平、繁华的程度碾压同时代所有的上古城邦，是古人想象当中最完美的上古都市。光听这个描述你瞬间是不是脑补出来仙侠剧的那种神域画面？高级、梦幻、神圣，完全不像是几千年前地球文明该有的样子。这是象雄最出圈的浪漫神话。蛮荒的雪域，众生愚昧，万物混沌。本教始祖辛劳米沃不生凡人之躯，驾乘巨型的神鸟破空而降，降临魏摩龙人。他携天道智慧而来，落地开宗，立教传法，为荒芜的青藏高原一次性带来文字、历法、医术、礼制、信仰。一人一鸟一圣城，直接从零开启了雪域万年的文明史。
更夸张的说法流传全网，象雄存续18000年，是人类最古老的原生文明。目前人类已知的最古老的成熟文明是苏美尔文明，距今约5500年。象雄呢，比我们所熟知的所有的古文明更悠久、更神秘、更高级。讲到这里呢，我相信很多人的感觉都一样了，太神了，太震撼了，这简直就是失落的上古超级文明。也正是这3套绝美、浪漫、极具画面感的神话，彻底塑造了大众对于古象雄的全部认知。但是重点来了，当年最让我上头的就是这些故事，而最后最让我颠覆的也是这些故事。很多人会问，这么完整、这么有细节的故事，难道不是真的吗？当然不是了，这些都是神话传说。所有的神话皆有根源，所有的滤镜皆有目的。我呢，又一头扎进史料和宗教的典籍，试图摸清楚象雄神话诞生的真相。而这个过程呢，我的认知被颠覆了。魏摩龙人是一座真实存在的城市吗？这是最大、最核心，所有的人都搞错的误区。魏摩龙人从来不是世俗意义上的都城，在正统的本教原典里面，它的定位非常的清晰，它是宗教构建的理想净土，终极圣境宇宙原点。这呢，就像我们心中的桃花源、西方的极乐世界是一样的，它是信仰的寄托，是完美的象征，是精神世界的乌托邦，并不是地图上能挖到的一座城。而所谓的白银铺地、珍宝宫殿、莲花圣地，根本就不是写实的建筑记载，这是古人最高级的文学修辞，用白云比喻圣洁，用珍宝比喻神圣，用仙境比喻纯粹。后人太浮夸，太喜欢传奇，直接就把宗教的赞美诗当成了城市的建设史，一字之差，直接把一个真实的古国吹成了玄幻神域。新老米沃乘神鸟降临的故事，浪漫吗？太浪漫了！放眼全世界所有的古老信仰，这是标配的模板。上古文明的始祖、圣人、宗师几乎都自带天降神迹、神兽半身、超凡出世的传说，目的非常的简单，拔高始祖的神圣性，让信仰更有感染力，让文明传承更具有传奇性。这是古人的文化浪漫，传播智慧，是故事，是传说，是文化符号，唯独不是历史事实。真实的新老米沃没有神鸟，没有天降神迹，它不是下凡的神仙，而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高原智者。为什么象雄的神话能传得这么疯？核心的原因太扎心，象雄消亡的太早，历史断代，记载稀少，遗址零散，真实的史料太少，空白太多。普通人不爱枯燥的考古真相，只爱跌宕传奇神仙故事。于是自媒体、网文作者、后世的演绎，一点点给空白的历史塞满了玄幻的滤镜，越传越神，越神越火，最终神话掩盖了真实，浪漫代替了历史。看到这里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觉得原来都是假的，那象雄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国，根本不值得一提吗？大错特错，这是第二个巨大的误区。我要说一句最中肯、最颠覆所有人的话：神话低估了真实的象雄，虚假的玄幻滤镜配不上真实的雪域文明，褪去了所有神仙的光环，白银传说万年的神迹，真实的象雄远比神话更厚重、更伟大、更值得敬畏。下面呢，我就用实地考据加考古实锤带你看懂真实的象雄。真实的象雄都城就在今天西藏的冈底斯山脉周边，没有玄幻的科技，没有白银宫殿，但是在3、4千年前，苦寒、缺氧、荒芜的阿里高原，先民依山建城，河谷定居，筑堡立国。土石城墙规整聚落，防御体系，生活遗址，每一块残砖碎瓦都是真实的文明的证据。它不梦幻，但是它坚韧；它不华丽，但是它稳固。在那个生产力极度落后的上古时代，能在雪域绝境建立起成熟的城邦，本身
就是一个顶级的奇迹。真实的新老米沃没有天降神迹，但是他做了一件比神仙降临更伟大10000倍的事情。他扎根象雄本土，整合高原千年零散的自然崇拜、萨满信仰、先民智慧，剔除了野蛮的陋习，规整教义体系，树立民俗历法，汇总雪域生存的智慧，硬生生的把高原零散的原始文化升级成了体系完整、影响千年的庸宗本教。神仙创世是虚假的浪漫，凡人开宗立教、传承文脉才是真正的伟大。所谓的万年历史是宗教纪年的夸张修辞，但是考古实锤，距今3000到4000年前，象雄已经是西藏高原西部的绝对霸主。它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文字系统、政治体系、经济模式、文化信仰。它长期和吐蕃分庭抗礼，雄霸雪域千年。整个藏地的民俗、历法、祭祀、生活智慧，大半溯源古象雄。它不是玄幻文明，它是青藏高原原生文明的天花板，是雪域文化的真正源头。网上所有的人都在吹象雄的神迹，吹他的白银盛世，却没有人看见真实的象雄有多么的了不起。它诞生于雪域绝境，高寒、缺氧、物质匮乏、环境恶劣，没有天降 buff， 没有黑科技加持，一代代先民靠着双手智慧坚守，在不毛之地耕耘文明，延续血脉，传承文化。神话是虚假的完美，真实是绝境当中的生生不息。这种扎根土地、对抗蛮荒、薪火相传的文明的力量，远远比任何神仙传说都更加震撼人心。最后我们彻底理清一次性终结所有的争议。虚假的神话象雄、白银圣城、神鸟降世、万年神迹、超前的黑科技、完美神域帝国，全都是宗教修辞、后世美化、网文演绎，浪漫但虚构。真实的历史象雄，3、4千年的雪域霸主，阿里城邦文明，新老米沃文脉革新，本教文化源头，吐蕃之前的雪域核心强权。有遗址，有文字，有传承，有历史，有温度，真实且伟大。古象雄完整真实编年史。1、文明萌芽期距今4300年，青藏高原西部阿里河谷地带出现成熟的定居聚落与早期部落文明，先民形成原始自然崇拜、萨满信仰，掌握基础的农耕、游牧、筑城、制器技术，这是古象雄文明的最早雏形，也是雪域最早的原生文明聚落之一。2、王朝成型期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象雄部落联盟逐步统一阿里、拉达克等广阔区域，正式建立城邦制王国，形成稳定的统治体系。这一阶段诞生早期象雄文字与民俗体系，本教原始教义初步成型。彼时的都城为河谷土石城邦，并无任何白银建筑记载。3、文明鼎盛期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7世纪初，这是象雄最辉煌的1000年高光时刻。本教宗师辛饶米沃在此阶段系统性整合高原原始信仰，规整教义、历法、礼制，完善象雄文化体系，让象雄成为雄霸青藏高原西部的核心强权。疆域北接新疆于田，南抵喜马拉雅，长期和亚龙吐蕃王朝分庭抗礼，是名副其实的雪域霸主。学界记载的象雄18王，大多出自这一鼎盛阶段。4、王朝衰落与覆灭期。公元7世纪，结合敦煌藏文、吐蕃大事纪年、汉唐书史料及现代藏学主流考证，吐蕃崛起后持续西进蚕食象雄疆域，双方常年征战，势力此消彼长。公元644年，吐蕃彻底攻破象雄核心疆域，末代象雄王李弥迦战败，象雄主体政权覆灭，正式纳入吐蕃版图。
后期部分残余部族在边缘地带延续势力，但大一统的象雄王朝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史学界主流结论：网传18000年文明史是本教宗教典籍的神话纪年、象征性纪年，用于形容文明源远流长，绝非真实历史。3000到4000年才是考古与史料双重实锤，无可争议的象雄真实文明时长。我写完查完这么多关于象雄的历史史料与考古的内容，我最大的感触其实不是推翻了多少传言，而是读懂了一场很特别的文明反差。我们所迷恋的神话里面的象雄，是因为它足够浪漫，足够璀璨，白银圣城不染尘埃，圣人驾鸟凌空而来，千年的文明宛如神迹，满足了所有的人对上古秘境的美好想象。可是当我们拨开这些梦幻的滤镜，触摸到真实的象雄的时候，才发现真正的动人从不是虚构的神迹，真正的象雄没有天生完美的神域，只有高原先民在苦寒绝境里的坚守。它没有超越时代的黑科技，却靠一代代人的耕耘，在阿里的群山河谷间搭建起雪域最早的文明框架，孕育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字、信仰与文脉，稳稳地伫立千年。神话里面的象雄是后人赋予的美好期许，华丽却虚幻。历史中的象雄是脚踏实地的文明积淀，质朴却磅礴。我也慢慢的明白，我们不必舍弃浪漫，也不必执着于神话，承认传说的美好，也尊重历史的厚重，才是对这个消失的雪域古国最好的解读。象雄即使不靠玄幻的传说出圈，但仅凭真实的文明底蕴，就足以在雪域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说到象雄最浪漫、最深入人心的文化符号，除了圣城、祖师、神迹，一定少不了贯穿其信仰体系的琼鸟。之前我们聊过辛劳米沃驾乘的神鸟降临的传说，这只神秘的神鸟并非凭空杜撰，它背后藏着完整的象雄琼鸟家族的传说，是本教的核心图腾，也是象雄人对于力量、自由和神圣的极致向往。下期的视频呢，我们就抛开玄幻的演绎，深度拆解琼鸟的真实故事，它从何而来，为何成为象雄的图腾，琼鸟的家族的传说如何贯穿了整个古象雄文明。我们一起解码象雄最经典的文化密码。